各位路人甲乙丙丁，大家好。这一集我们来谈土壤的重量及体积。今天你一个工程师到野外的土底下拿到了一个土壤的样本，那放在放大镜或显微镜底下看，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土粒子呢彼此的互相排列非常紧密，但是再怎么紧密，中间都会有空隙。那这个空隙里面又有分成，有的有水，有的没有水，只有空气。好，那所以自然的我们可以整理出一个三项图，也就是固体、液体和气体。那分别对应重量和体积就有6个未知数嘛。然后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孔隙的体积呢，这个不管有没有水分，它都叫做孔隙嘛。所以孔隙的体积就是空气的体积再加上水的体积。好，那这是另外一个衍生出来的定义。然后按着这个三项图，就会有一个很直觉的数学关系，就是总体积等于这3个加起来，然后总重量等于这3个加起来，分别就是1式和2式。好，现在你就会问说，老师，那现在这8个数字要怎么样求呢？是靠实验做的呢，还是用推导的方式？好，这一集就是要交代这个事情。首先，你身为一个工程师嘛，你出去取样使用的容器的体积本来就是你知道的。好，那这个容器的体积就是土壤你取得样本的总体积，所以就已经知道了，打一个勾。好，然后这个土壤的样本你拿去称重，就得到了一个总重量，打一个勾。然后土壤中空气的重量呢，相对于总重量是几乎趋近于0，我们就取0好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已知是0。接下来你可以用阿基米德试验得到土粒子，也就是固体部分的体积，所以这个 Vs 就用阿基米德试验得到了。然后你再把土壤的样本呢，在105度C 的烤箱放24个小时。这个要做什么？就是使里面的水分全部蒸发掉，就是这个 WW 变成0。那水分全部蒸发掉以后，剩下的重量当然就是土粒子的重量，所以 Ws 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得到。接下来我们观察第2式，一条式子求一个未知数嘛，所以水的重量也就得到了。那我们又知道水的密度，所以就可以再透过水的密度式推得这个水的体积是多少。然后呢，我们再透过这个1式一条方程式求一个未知数，最后就得到了土壤中空气占的体积。好，然后你看一下是不是这8个数字都有了。那最后这个 VV 呢，就是这个 VA 加 VW， 所以这个也可以透过数学推导得到。那最后我们来补充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在自然的环境下，也就是在工地的环境下，其实土壤中的水是不断的在改变它的重量和体积，就好像地下水位其实有时候高，有时候低。所以这个水呢，其实在土壤里面是一个会变动的值。就是这个 VW 和 WW。那所以通常我们工程师比较关心的是什么？是那个比较不会变的，也就是定值。那这里面有哪些是定值呢？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与这个水没有关系的嘛。第一个当然是这个空气占的重量啦，这个不管怎么样都一定是0嘛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固体的 Vs 和 Ws。那最后就是这个 VV。因为你可以看到 VV 等于 VA 加 VW 嘛，那水变少的时候呢，这个空气就变多嘛，它们是彼此互相抵消的，所以这个 VV 也是一个定值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，拜拜。